大家好，有时我也不希望自己的预言成为乌鸦嘴，但有时现实的残酷和人心的冰冷，特别是一些疯狂的黑手、仇恨的黑心人和那些总想把人置之死地的执念，往往超乎了平常人的想象。我对谣言大本营本来就毫无兴趣，也不太关心，但赵丽颖、王一博的事件老是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来滋事、挑事儿、没事、生事，实在是让我不得不放飞狂想，跟您一道分享那些不断打击清流、保护浊流的抱团生存的黑幕和真相。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路都会野蛮生长、野蛮得奖。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首先，我只想说，厉害了微博，厉害了谣言大本营。网信办这次因为他的胡作非为，断了他的生财之路。他反过来倒想找那些更弱的来欺负一下、修理一下，甚至羞辱、吊打一下。他的目的不是太明显，但这种别人找我麻烦，我就找弱者祭天的方式，实在是让我看不过眼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说来话长。首先，赵薇的突然被失踪和被射死，是政商界和娱乐圈勾搭太深的一个重要的警示，毫无预警的把赵薇射死了，证明权力机关完全不在意射死的流程了，以及舆论的导向了，基层的观感了和讨论的空间了，压根儿就是自上而下一锤定音的斩立决的方式，这是中央立威的最有效的方式了。很明显，谣言大本营这次也是被吓到了，因为自己纵容的粉丝造反双向的引战，已经引起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特别的警惕性。虽然恶意射死流量巨星的操作被官媒央视出手灭火了，但背后纵容赵丽颖粉丝直接冲击国家网信办的超大号的恶意感，很明显跟吴亦凡案一样，已经完全触动到了国家维稳的敏感的神经和惩治的红线。即便这次黑粉的精心设局和带偏风向完全是针对赵丽颖个人而为之的，为的只是加速赵丽颖的社死，为的只是赶快触动社会主义铁拳重拳出击的开关。要知道，上个世纪知名的有轨电车难题已经证明出了深藏于每个人内心的人性的黑暗和无奈，是可以利用的和用来作恶的。这个无解的电车难题以及触动社会主义铁拳的操作，对于谣言大本营来说，其实也成了一个害人又害己的，谁也逃不过的追责的难题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娱乐圈不少的风暴都是环环相扣的，没有都美竹的爆瓜，就没有吴亦凡的射死；没有吴亦凡的射死，就没有大张旗鼓横扫牛鬼蛇神的娱乐圈整改风暴；没有越刮越猛的整改风暴，就没有张哲瀚的拉出来打靶，也就更没有霍尊的迅速挨枪，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对赵丽颖羡慕嫉妒恨了好些年的那些黑粉们倾巢而出、数日狂欢的末日之举。这一连串的娱乐爆瓜事件都离不开谣言大本营的恩恩怨怨，也离不开那些翻手是云覆手是雨的资本的黑手。微博上的狂欢一次次把有事儿的没事儿的都个个送进了社死的迷局当中去了，吃瓜的只会吃瓜，无奈的只剩下无奈了。说了半天，您看出来了没有？成功制造出无限流量和高温热搜的微博，可能万万都没有想到，一切完美的操控也会有失误的时候，而这个失误其实你也知道了、看到了。也就是说，有意思的是，赵丽颖、王一博在最近一波粉丝造反的风浪中，
在黑粉成功劫持自己粉丝团的情况下，居然大难不死，死里逃生了。而成功触动社会主义铁拳重拳出击的，反而是那个纵容造孽、坐视不理的谣言大本营。这下可好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网信办最新下达的通知，算是给谣言大本营一记当头的闷棍了。说它是社会主义重拳、社会主义铁拳，也一点都没有错。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它貌似要了谣言大本营的命，也就是疯狂割韭菜、赚昧心钱的命。这份网信办最新下达的通知叫做什么呢？叫做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认真读下来的话，说白了，里面的10点要求都是新瓶装旧酒，了无新意，只是态度更加的狠，更加的辣了。不仅再次提醒和正告那些带头搞事的人不要乱来，更把榜单、热度、打赏、消费等等微博主要盈利的途径都给一一封死了。这让谣言大本营原本纵容社死赵丽颖甚至王一博的恶心操作得到了完全想不到的貌似灭顶一般的反效应了。这绝对不是搞事的人能够预料得到的一种相当毁灭性的打击了。也正正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已到。跟中央对抗，在中国还没有人敢，资本汇聚的微博更加的不敢，所以欺软怕硬的微博这次看人塌房幸灾乐祸的同时，都忘了自己也要跟着塌房了。不过谁都想不到的是，微博惹不起上面的，却能把怨气撒到下面去。也就是说，云匪夫妇这对老是遇难成祥、栽赃不成的王炸姐弟身上了。微博被中央清算的这个梁子，如果接在了赵丽颖、王一博身上的话，难免不会被谣言大本营再来一次借力打力、借力使坏的连环操作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份要求治理、深化整改的通知书，居然又被某些黑心人又注入了新的动机和歪的点子。于是乎，这次又一波恶心的操作就跟着又来了。好了，胡思乱想太多了，我们明天再聊吧。多谢您的一路的关注。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匪夫妇王炸 CP 这次历尽劫难之后能顺利的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2、3次了，都是可以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未来的、营造光明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拨开云雾，迎来阳光，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难料，风雨飘摇，爱一个人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